我能不能得陇望蜀，再多依赖你一些？这一带的酒庄数量我不太清楚，如果你想问波多艮第酒庄总数的话，大约有4000多个。斐路酒庄。多谢，这样遮阳板和浇水装置就都可以远程操控了。辛苦你了，我去准备些红茶。这是埃尔伯特先生府上吧？请问埃尔伯特先生在吗？我就是。我是苏伦士拍卖行的经理，为您转送几件物品。1992年斐路酒庄的干红葡萄酒，1990年罗曼尼康帝的干红葡萄酒和2006年低金酒庄的贵腐甜白葡萄酒。劳烦您找个合适的地方进行确认。不用麻烦，就在这里吧。这里？阿尔伯特是我的中间名。不，是别人送的。我确实喜欢品酒。你对酒庄和葡萄酒文化感兴趣？而且，那等到了波多艮第后，我们就去酒庄看看好了。刚好我有一位朋友在那里有所酒庄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啊 ，Wilhelm， 你终于到了。好久不见，拉斐尔。拉斐尔是我多年朋友，这座酒庄是他的家族产业，现在由他代为管理。房间管家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想先休息还是游览庄园都可以。
不累？我也一样，坐了这么久的车，正想散散步，一起走走如何？你都已经来过这么多次了，应该不需要我再安排人带路参观吧？当然，温室怎么样了？你说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可以直接过去。小姐在酒庄尽情随意，千万不要拘束，否则就是我失礼了。是种植反季葡萄的地方。这是斐路酒庄的特色，也是初代主人的爱好。温室按季节划分成不同区域，每个区域都有不同品种的酿酒葡萄。这样不管客人在哪个季节造访酒庄，都能清楚直观地通过葡萄了解到各种酒之间的区别。酒庄的酿酒师有时也会用这些葡萄做些酿酒实验。之前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和拉斐尔确认过，这几天刚好有一批葡萄到了采收时间。即使现在不是秋天，我们也可以亲自采摘葡萄和酿酒了。如果你还想学习品酒的话，我自认是位不错的酒评家。道谢听起来有些见外，我更喜欢你说我很开心。这是我的荣幸。走吧，去温室看看。这种设计，一方面是主人的兴趣，一方面也是必须。玫瑰和葡萄的生长染病方式一样，而且玫瑰比葡萄更加娇贵，所以葡萄园都会大量栽种玫瑰，以此作为预警，防治葡萄树的病害。葡萄酒行业里有句话叫7分葡萄，3分酿造。没错，光照、气温、降水、土壤，还有葡萄树的树龄，是影响葡萄品质的几个重要因素。简单说来，光照关系着葡萄的发育、着色和成熟度，昼夜温差的大小则左右着糖分的累积。如果收获季节降雨过多，会导致葡萄的味道稀薄，酿出的酒也会寡淡无味。对，葡萄树扎根越深，就能汲取更多的矿物质，酿出的酒风味就越复杂。而若是想要葡萄扎根深，一方面土壤要相对贫瘠，另一方面树龄越大的葡萄树根系越发达。大部分时候确实如此，不过光照、气温、降水，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因素，在温室里都会受到精细管控。土壤也是一样，不同酿酒葡萄所需要的土质、坡度、肥力、排水性、酸碱度、土层深度，所有都经过完美的测算和布置。这里的葡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品质最稳定、最好的葡萄。你好奇的话，不如我们把每种葡萄都摘一串下来尝尝看。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表面，
酿酒葡萄虽然肉小皮厚，但它的糖度非常高，所以味道会比普通葡萄更浓郁可口。那倒没有，不过这次来倒是想种一株。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种葡萄树？那就说好了，希望你等会儿不要反悔。这是赤霞珠，世界上种植最广泛的酿酒用红葡萄。果皮富含单宁，是葡萄酒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我没有帮你剥皮。张嘴。味道如何？很多酿酒师和酒评家也有类似的看法，不过我倒不这么想。葡萄的生长确实需要经历风雨和阳光。如果可以由大自然来安排，那为什么不可以由人来计算和干预呢？需要雨水的时候制造雨水，需要阳光的时候利用阳光。风雨、阳光、土壤成分这些要素本身并没有不同，差别只是掌控者改变了而已。而且，若是技术足够高超，人为干预下的葡萄树会比自然生长得更加可控。不需要大量施肥，杀虫剂的用量也被降到最低。以结果论而言，你不觉得后者相比前者更加自然吗？那倒也不是，手段只是完成目的的途径而已。原料取自温室也好，取自露天自然也好，只要酿成的酒品质出众，我都会欣然接受。不过，如果是自己种的话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我们要不要再试试看其他品种的葡萄？可以这么说，那里是斐路酒庄的另一项传统。过去看看。他们都是酒庄的熟客们特别种下，拜托酒庄精心养护的。你知道斐路酒庄的历史吗？斐路酒庄被开垦成葡萄园是16世纪中期，但最初掌握葡萄园的图尔家族并没有重视这里。17世纪中期时，本地的名门詹姆斯·斐路伯爵从图尔家族手中买下了这片土地和城堡。他和他的妻子都很喜欢葡萄酒，并相信这片土地有无穷的潜力。在他们同心协力的努力下，斐路酒庄逐渐声名鹊起，开启了黄金时代。
并最终成为1级名庄。确实，斐路夫妇在买下酒庄的同年，在庭院，也就是当年的这个地方，种下了一株葡萄树。每年秋天，夫妇2人都会将那株葡萄树的果实混入斐路酒中，酿造出一瓶特别的葡萄酒，作为爱情的纪念。斐路酒庄成为1级酒庄的那年，刚好是2人结婚的第50周年。在金婚酒宴上，斐路夫妇将象征爱情的佳酿分享给所有来宾。很快，这种酒闻名遐迩。和心上人在斐路庄园一起种下一株葡萄树，也从此成为浪漫和爱情的象征。而用这株葡萄树果实所酿的斐路酒，寓意独一无二，更是重要日子时必须饮用的佳酿。哦，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是有些相似，都是为重要的日子而特意准备的酒。说起来，我们来酒庄也是打算亲身尝试下酿酒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效仿传统如何？其实，我很想和你先一起种一株葡萄树，等丰收时，再用我们的葡萄一起酿酒。可惜，再怎么妄想，也不可能改变时间。我们一起酿酒，然后挑个重要的日子一起品酒，感觉可以弥补一二。这一点，你不用担心。只要方法得宜，精心看护，一定能比任何葡萄树都长得更好，我保证。这是葡萄树冬剪时的硬枝，在嫁接前需要先浸泡12小时补充水分。现在差不多刚好12小时。我之前给拉斐尔打电话时，就让他提前帮忙准备好所有材料。选一株真木，然后把这根硬枝嫁接上去。没错，接下来只要慢慢养护就好。2到3周。你担心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支一个摄像头，这样就可以每天看到它了。我也十分确信。差不多是晚餐时间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Wilhelm， 我不想做打扰别人约会的讨厌鬼，不如你今晚就帮我试酒如何？也好。半个月后是巴罗斯科的葡萄酒品鉴会，拉斐尔想让我先来试尝下他酒庄新酿的葡萄酒。毕竟 Wilhelm 的舌头比大多数酒评家都更挑剔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
多此一举，我从来都不会受外界干扰。但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联想，觉得你的打分多少有受到酒庄信息的影响。所以就委屈你，还是照老办法来吧。而且让小姐也借此体验盲品的乐趣，不是更好吗？你觉得呢？想试试看盲品吗？红色很浅，有柔和的梅子香气，还掺有少许紫罗兰和松露的气息，应该是格海纳加少许希拉混酿的。酒精度不低，余味复杂，是1983年巴罗斯科南部白鹰酒庄的混酿。完全正确。品酒算是一种社交方式，我刚成年时专门学过一段时间，后来逐渐越来越感兴趣。空闲的时候，也会在酒会上和酒评家们做些交流和探讨。这应该就是你酒庄的新酿吧？用的赤霞珠和梅洛，口感不错，再陈酿一段时间，味道应该会更好。这支酒，我可以给98分。98分？你要知道，已经有2位酒评家给了这支酒满分。你请我来，不就是想听一些更严苛的意见吗？话虽如此，但我更想凭借这支酒拿下你的首次满分。小姐应该不知道，Wilhelm 可是我见过的世界上对酒评分最严苛的人之一。不管是拍价最高的酒，还是备受酒评家好评的酒，从来没有一款在他这里拿到过满分。酒评界有句话我很赞同，高分和完美的100分酒之间的区别，在于一时的心血来潮。如同艺术、音乐或美人，应该有一种情感的爆发。我只是觉得那些酒都少了一点味道。我倒觉得少了那点味道的，不一定是酒。这支酒还是一样败兴。是吗？我还以为陈酿这么久，味道会变化呢。只有品质好的葡萄酒才能越陈越香，普通的酒放久了只会变成醋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房休息。早睡早起，明天我们还要一起酿酒呢。小姐来这里是想看宁和先生的葡萄树吗？当然不会，请您尽管随意。
庄园里有安神助眠的花草茶，我为您准备一些如何？请您稍后片刻。对了，您和先生种的葡萄树刚刚安好名牌，您可以去看看。只要方法得宜，精心看护，一定能比任何葡萄树都长得更好，我保证。那瓶酒是他要你给我的。是啊，前阵子，令尊来酒庄和我父亲商谈经济事宜。到了酒庄，当然会来这里看葡萄树，一时间触景生情，多谈了几句你和你母亲的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又是晚辈，令尊的要求我没法不答应呢。所以，你是来劝我回家探亲的？毕竟我是受人之托。而且，我和令尊在这方面见解一致。我也不想和那个贪婪又愚蠢的女人打交道。令尊也是一样，他唯一钟爱的儿子，认可的继承人，只有你。他是这么想，不过。他也还在和教会那帮人虚与为夷。豹子不能改变其斑，他和过去真是毫无变化。决策时优柔寡断，处事时拖泥带水。教会的势力尚大，令尊难免顾虑比较多。变革都是有风险的，而且，如果他从当年就警醒，早做准备，现在就不用被教会掣肘了。令尊还说你在离开斯沃尔特后就去了魏明氏，并且把姓换成了莫。他以为我是因为母亲的关系。我当然不相信你会单纯的感情用事，但令尊有自己的坚持。对了，今天你和小姐一起种葡萄树的事，我要怎么解释啊？等令尊知道你来过我这里后，肯定会再来一趟。如果他发现你和他当年……花草茶，我没有吩咐过人准备这个。少爷，这是给小姐准备的。小姐？不用道歉，你也不是故意听到的，不是吗？站很久了吧，累不累？薰衣草茶，你是因为睡不着才来温室走走的吗？茶还有些烫，要不要先听一个故事，打发下时间？28年前，一位斯沃尔特的
你误会了。其实，我早就想挑个合适的时机，和你说说这个故事。我只希望你别介意，这个故事可能会耽误你比较长的时间。你愿意听我说吗？28年前，一位斯沃尔特的贵族在巴罗斯科旅行时，邂逅了一位异国女子。二人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。他们很快约定终身。就在筹备婚礼之际，两人发现有了爱情的结晶。他们给孩子取名为 Albert， 寓意明亮而高贵，如那孩子金色的眼眸一般。此时的贵族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他带着爱人来到斐路酒庄，一起种下象征爱情的葡萄树，许下山盟海誓。但不久后，贵族却接到一个消息：斯沃尔特教会勒令他的未婚妻必须接受洗礼，信仰斯沃尔特的宗教，方可与他结婚。贵族的未婚妻出身于东方一个世代书香的名门，自然不肯听凭教会如此无理的要求。在遭到女子的断然拒绝后，教会下达教令：若贵族敢罔顾教义与异教徒结婚，那么婚姻将是非法无效的。贵族的家族利益也会因此受到政敌的冲击。贵族试图在爱情和政治间取得两全，可正是这优柔寡断的态度，让他在和教会的斗争中惨败。最终，女子厌弃贵族的软弱，她果断离开斯沃尔特，彻底抛弃这段感情。贵族从此一蹶不振，终日用酒精麻痹自己，沦为一个酒鬼。直到很多年后，他才在心理干预下慢慢恢复正常。颓废的酒鬼居然能成为人杰，他的儿子因此开始对心理学产生兴趣。但心理学研究被斯沃尔特教会视为神学的分支，教会本就极力反对大学开设这门学科。国内有贵族头衔的人及其继承人，更是被教会明令禁止学习心理学。面对教会的再次干预，贵族虽试图抗衡，但他做事太过瞻前顾后，谨慎有余，魄力不足。他的儿子本来就对爵位没有兴趣，索性借此抽身，离开了斯沃尔特。茶可以喝了。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故事，原本不该在睡前讲。可如果不现在说清楚，我怕你会因太过自责而更睡不着。时间很晚了，等下我送你回房间。不要再自责，好好休息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等明天，我都会回答你。而且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离开故国对于那位贵族的儿子来说，是邂逅另一段美好的开始。他现在过得很好，是幸福的。好，你想做什么？我陪你。我们明天不是要酿酒吗？酒庄有不少专门用温室葡萄酿造的实验酒品，要不要今晚一起尝尝看，选一个喜欢的味道？
这几瓶酒都是用温室葡萄酿的，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。你试试看，选一个喜欢的。斐路酒庄，我从还没记事的时候就来过。我在离开斯沃尔特之前，每年都会过来，和拉斐尔也是在这里认识的。我只是觉得你想问我这个，心不在焉是无法品出酒的味道的。关于我的事，你可以随意提问。那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如何？喝一杯酒，提一个问题。提问的人必须如实提出心里的疑惑，而另一个人必须如实回答。如果违规，就罚酒3杯。我先来。你看起来很不安，是在自责吗？虽然我已经说过，你不必为听到我和拉斐尔的谈话道歉，也说了那个故事我早就想要告诉你，但你依然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过失，才导致我和你讲述那个故事。或者更严重，你可能还后悔自己出行前说对葡萄酒和酒庄感兴趣，因为我的父亲酗酒，也后悔和我一起来酒庄，一起种葡萄树，因为我父母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。看来我猜对了。你觉不觉得奇怪？我父亲曾经酗酒，那按照常理，我要么滴酒不沾，要么同样是个酒鬼。但我却很擅长葡萄酒品鉴，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？我倒没有过这种想法。酒只是一种媒介，一种社交活动中常见的物品。虽然我对社交没有兴趣，但掌握它却很有必要。我父亲最开始看到我饮酒时，也慎重地警告过我。等他确认我一直都是在有控制的品酒后，便开始搜集各种名酒送给我。前几天，我在魏明市收到的那些酒，就是他送过来的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对我确实是父爱如山。虽然酒对我确实有些令人烦恼的记忆，但品酒这件事完全是由我自己决定的。酒是如此，其他事也一样。我做的任何决定，都只是因为我想这么做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不要自责，不要后悔想了解我，也不要因此后悔和我来这里旅行，更不要认为和我一起种下葡萄树是个错误，因为这些对我而言，都是我真心想和你一起做的非常重要的事。其实，我也有些害怕。我怕会被你讨厌。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这个词形容我的家庭很合适。但我并不打算因此畏手畏脚。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即使有相似的过往，我和他们也截然不同。但你种葡萄树是我思考后的决定，因为我并不认为我需要避讳我父母曾经做过的任何事。
但刚才在温室里发现你听到那些话时，我却有一瞬间很恐慌。如果你避讳呢？如果你认为这是个错误？我现在安心了许多。那你是不是也相信我，一定会让我们的故事走向期待的结局？那你呢？还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？真的？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想要给你讲那个故事吗？我在魏明市居住了几年，了解到一个风俗：在关系达到某个地步时，就需要向对方说明自己的家庭背景，以备亲友团的巡查。所以，我当然要做些准备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睡着了。头有点疼，能给我一杯茶吗？不试试看温度吗？感觉很烫。我让你很紧张。你能再靠近我一些吗？谢谢，现在我好多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怕我会难过，打算陪着我的吗？你说自己今晚会失眠，只是个借口，不是吗？怕我会因为想起往事而一夜难眠。我很开心，虽然我不会因为那些事难过，但是我真的很开心。尝过糖的小孩子，可是很难承受失去的。我能不能得陇望蜀，再多依赖你一些？
还是说，太过坚强不会难过的人，就没办法得到关心了？你要丢下我不管吗？就在这里，陪着我。早安，我想你应该也快醒了，就帮你把早餐拿来了。昨晚后半夜的时候你睡着了，所以我把你抱回了卧室。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不如先洗漱一下，我们一起吃早餐。说起来，昨晚我们没能好好品酒，要不要重新试试看，找一款你喜欢的葡萄酒？其实昨晚的酒都不错，混着喝起来似乎味道更好了。用葡萄这样酿造，恐怕和橙酒混合的味道不一样。有这种可能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想为你酿出足以称之为满分的酒。我和你说过，我一定会让我们的葡萄树长得最好，酒也是一样。所以我现在的心情，听闻阁下昨晚不胜酒力，小姐还专程找女仆要解酒茶。怎么宿醉的人今天起这么早？解决这件事要花这么久吗？你来我这里，本来不就是打算告诉他你的那些事吗？虽然在温室里碰到他是个意外。解决问题当然很简单。不过听完那些事，他会很难入睡，我当然要想想办法。你还真是在意他呀。我大概能猜到你为什么非要精挑细选，特意来到我的庄园告诉他这件事。
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感慨，你总会让我觉得自己有些枉费心机。是我太过形式主义了。酒再好，葡萄树再枝繁叶茂，但人不在的话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最重要的东西，应该是身边的人。如果不好喝的话，就拿来兑雪碧好了。虽然我从来没有这么喝过，但和你的话，我很想试试看。是有点不合常规，不过也许这样，味道会意外的不错。抱歉打扰了，不过我实在太好奇雕蛇的 Wilhelm 会想酿什么葡萄酒。当然是可以称之为满分的葡萄酒。刚刚我们已经试过味道了，非常不错。哦，你是打算用桃红葡萄酒加以改良？这不是昨晚我给你试的酒吗？等等，这个颜色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加了点东西，味道好了不少。加东西？兑了点雪碧。雪碧？翡露酒兑雪碧，你们还真是有创意啊！算了，能被你评为满分，也算他物有所值了。是我，抱歉，这里有些吵，所以刚刚没听到电话铃响。你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的眼镜，书店人太多，不小心被碰坏了，我又没带备用眼镜出来，确实有些看不清楚，所以我正准备打车回去。出行计划是受了影响，本来我正想打电话问问你有没有空，约你出来的。你过来找我，当然好，我求之不得。不过，我想找你其实并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忽然想在花园里种一点水果，就想问问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。原来如此，你喜欢这种水果，那我试着种种看。我喜欢什么水果？我以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，不过现在的话，觉得葡萄不错。对了，你愿不愿意过来我家，和我一起种？理由的话，只是很想和你一起做点什么，而且，这样你就会经常过来我家，看看它们的生长情况了。然后，等它们开花结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小酌一下，聊作庆祝。看你的表情，好像也和我一样期待起来了。好，我现在把定位发给你，你慢慢过来，路上小心，不要着急。